喜欢很重要，然后其实我也有想过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家庭的支持也是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资产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会很对不起家里，因为你的那个家用是给的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妈说，不如这样，我就去找那个全职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稳定的给家用，不要再追梦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不好，她很害怕我说放弃啊，因为她觉得我会不开心。然后她就说你可以吗？你做文员你可以吗？很稳定欸，9点钟上班，6点钟下班，也不是说辛苦，因为我们拍戏有时候36个小时都不睡觉，只是那个稳定我是不可以啦，有一些人就是不可以啊。然后我妈妈就说现在都是世界都这么乱了，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你干嘛不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呢？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喝什么呢？今天来喝邦尼维尔推出的17号大人饮品，那我们就干杯，人生啊！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个单元就要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我想问一下，你喜不喜欢看香港电影啊？从小看到大。哇塞，跟我一样，我也喜欢看香港电影。我们找了一个香港演电影的一个女来宾，来聊聊她追梦的各个故事。欢迎我们悠悠。你好，大家好。但是你这个太夸张了，不是真的不是这样子。怎么不是这样子？我现在也是不是跟香港电影有太大的关系啦，这个是我的目标啊，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啊。那我问你，你演了几部电影？但是那些都是没有人看的电影。没关系，谁会知道没有人看？拍之前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拍这个节目时也觉得没有人看啊。但是因为香港电影现在圈子里面真的有一些人了，他们就是不停的在拍一些香港的电影啊，所以我现在只是还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可以，我拍了一支 YouTube 影片，就跟人家说，我是 YouTuber。我也要学习这种，是不是？对，你要有自信一点。真的吗？你可以说你是女艺人啊，还好啦，也是这样子，要一点时间呢。虽然我也觉得要学习这种，就是我拍了一部电影，哇，我就是演员啊，你就是演员啦。那因为可能追梦过程挫折也有啦，所以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些没有信心这样子。最近也是啦，最近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时期啊。我在香港也是有一个节目啦，我就去面试，那个竞争也颇大的，就是有很多我们这些年纪的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已经很红的人呐，有去参加的，然后我就落选了，所以我就也会有一点好像还是要再增值一下自己的能力这样子了。在香港的这个甄选啊，就你的观察来说，他们会看哪些条件跟内容？其实不同的东西有不同啦。我现在那个是针对演员的，但是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考量，就是要找一些红的人，本来就是有名气的人去衬托这个节目嘛。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啦，他本来有名气，这个也是他的实力啊。当演员这个是小时候就设定的梦想吗？也是啊，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剧团的小朋友演员，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下学的时候就去玩戏剧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表演，就是在那个尖沙咀文化中心有彩排啊，到正式表演啊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玩欸。小时候我们就会在幕后看着外面的大人，因为小朋友演员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我们只是装可爱，就是在这里做一些动作这样子。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在后面看那个他们的时候，我就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就是这样子开始，我就在心里默默的许下愿，长大了一定要当一个演员，无论任何方式。因为他们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他们是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只是业余这些，下班了然后去彩排，然后表演，我只要可以演戏就可以了。那当初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到那个剧团里面？那时候只是一个我的同学问我，他说
有好像有一个还蛮有名的，在香港一个剧团，那时候他就叫我们一起去玩啊，所以那时候就做了大概2年多，然后长大了就因为学习很忙，然后就没有了。小欧以前有参加过剧团吗？我应该不算是有，但是就是如果说你是说上台表演的经验，那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吉他社嘛，那吉他社就是会有点像各地巡回表演的那种概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自己没什么好像第一个长得不够高不够帅，然后所以一个女生总是要有一一技之长，对对对。其实刚才小欧说有一个我也很有共鸣的，就是他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我小时候也是啦，因为小时候我读书不好，运动不好，然后你在学校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剧团嘛，所以我中学的时候我就跟老师做戏剧，然后我就是那个剧社的副会长，这个是我最光荣的事情了，已经在我学校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是蛮肤浅的，就是其他东西都不太好，这个东西好像比较有一点事情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对了。但是小时候你虽然把这个当成是你的人生梦想，这个过程应该也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地方，或者是说可能长大就突然不同的想法嘛。比如说小时候我也想当科学家，那是长大就是说我妈跟科学完全无关的一件事情在。对啊，就小时候都一定有很多的梦想，但是长大都不一定会朝小时候的梦想走。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直坚持这条路下去呢？我最近也有在想，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说比别人更加厉害，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的，我没有比他厉害，我就不要再向这个目标进发。但是有一个东西也很重要的，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很重要。我最近就是看那个 YouTube 说，梦想是你去分辨是真梦想还是假梦想。有一个它是最肤浅的解法，就是你会花多少钱去学习，或者是你会找一些途径去增值你自己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真的就是你很喜欢的东西。我就是偏懒惰的人，但是我真的没有停止过去学习，跟不同的老师，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真的我很喜欢的东西耶，这样子活在当下，然后我就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当时是什么契机正式踏入这个圈子呢？我刚开始是当节目主持人，很小的时候去参加一个代言人比赛，然后我进了8场就是很多的活动，就是上节目啊，上电台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个香港的一个收费电视台就找了我当他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想说，虽然我本来不是想当主持人，但是进我那个梦想好像比较近一点啊，我就先试试看吧，然后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跟你一起竞争的有没有现在一线的人呢？没有啊。没有他们都现在有一些就成家，都不在这个圈子里了。这个圈子是大家会很容易放弃吗？还是我觉得会耶。首先就是你自己能力吧，我就是常常经历一些很穷的日子啊，就是你就会觉得你一定会比你一些同龄的人嘛，你的钱不稳定啊。所以有一次很好笑，我一个跟我一起追梦的男生，他就是跟我一样很努力的，他有一天打给我，然后跟我说，哟，你知道吗，我现在同年的人他现在基础有多少？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你为什么要问？因为我心里有数啊，他们一定已经很多啦，应该可以什么买房子啊这些啊，你为什么要问？他就很崩溃啊，他听了，你追梦凭什么问这些？我就这样跟他说。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你是说你这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比较辛苦的日子嘛？喜欢很重要，然后其实我也有想过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家庭的支持也是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会很对不起家里，因为你的那个家用是给的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妈说，不如这样，我就去找那个全职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稳定的给家用，不要再追梦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不好，她很害怕我说放弃啊，因为她觉得我会不开心。然后她就说，你可以吗？你做文员你可以吗？很稳定耶，9点钟上班，6点钟下班，也不是说辛苦，因为我们拍戏有时候36个小时都不睡觉，只是那个稳定我是
不可以啦，有一些人就是不可以啊。然后我妈妈就说，现在都是世界都这么乱了，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你干嘛不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呢？给妈妈一个鼓励。大多数的妈妈都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在小朋友身上。那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之前有开公司嘛，那我之前公司的一个 partner， 他就跟我说他在烦恼他侄子念大学找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觉得他所挑选的科系，他觉得不是这么的好。我就说你自己，我们那个年代在做资讯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资讯业啊，没有人 care 资讯这件事情，是后来我们做了辛苦了10几20年之后，开始资讯蓬勃，大家都需要资讯，我们才开始有收入，我们的收入才会变得比别人多。其实10几年前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么有价值啊。那当然10年后的今天，现在资讯人员薪水很高嘛，但是如果说是那个时期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其实这是他的人生嘛，作为父母亲或者是作为一个长辈，其实我们最好的就是给他建议啊，他快乐最重要。与其你逼着他去做一个他不快乐的事情，最后他半途而废，他念那个书有什么意义？他念了一个他不喜欢的书，毕业了后做了跟他不一样的工作，那当初念那个书念了4年干嘛？不如就是让他自己做他自己的选择，让他自己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至少会体验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叫做失败。我刚刚比较大的体悟其实是有关于追逐梦想这件事情。他刚刚讲的我超心酸。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本来已经当设计师了，可是就觉得是一个技术超烂的设计师，因为我以前是在那种台湾的那种传统的发廊，反正你就学，反正今天老板娘说你是设计师，你就是设计师，所以你上去的时候其实你技术啊什么其实根本就不扎实也不稳。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找一个我朋友，然后他那时候在一个香港人的发廊工作，我那时候去那边看的时候就哇，怎么跟我以前看到的发廊都不一样。香港人剪头发就是那种很帅，然后很文雅，然后现场工作环境啊就是那种安安静静，放的音乐啊跟我们店也差超多的。从那时候去看过之后呢，我就决定说我要去那边上班。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去你们店应征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OK 啊，那你来应征啊。我跟我老板讲，他老板也真的跟我约时间哦，他就说那你要来应征什么？我说什么都还不是很成熟，我说我可以从助理开始做。他说我们现在目前助理也满编了，不缺。那我说学徒嘞，学徒就是比助理在就没有薪水那一种没有。不是到没有薪水，那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薪资。他说我们店没有在招学徒了。那我就说那还是来就要当设计师嘛。他说我们设计师也满编。太酷了，那我今天来找你面试干嘛？这就是有趣咯，就是你有多想要。事后来看这件事情，他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有多想要学习这件事情。你要应征的岗位都没有了嘛。可是我觉得如果都没有的话，他大可以叫我不要来就好了。没有，他既然要面试，我那时候就用另外一招。我先跟你讲我的困扰点是什么，就是我烫头发不行，我剪头发不行，我看到男生头就要跳班女生可以，男生我就没办法。我说我在你这边学得到嘛？他说可以啊。那我就跟他讲，那这样子好了，那我就不领薪水，我来你就教我啊，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一想，好啊，那你就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后来真的进去上班，然后我在那边待了7年，前3个月我是真的半毛钱都没有了。然后我每天就是一样，他开门我就得去。那当中其实我也不能服务客人，因为我也不是学徒，我也不是助理，所以就是大家忙完去扫个地什么的。他那时候派了另外一个香港设计师教我。最大的问题会是你没有薪资，而且那时候我住桃园，我每天要来永康街上班。我非常记得那一段时间吃饭其实是一个问题。那时候大概就是我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我就是跟我们店内的另外3个助理，我们就是一人出10块钱，所以就有40块。吃那个永康街后面有一个那个烧腊饭，40块怎么吃烧腊饭？因为那烧腊饭老板娘是我们客人，所以呢我们每次去呢，我们买20块白饭，再加2只鸭头。因为那时候烧腊不是都会有那个葱盐跟酱汁，就淋的啪啪，整包白饭都是这样。我们4个人就这样吃一餐40块。为什么我讲3个月？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要过3个月，是3个月后老板他就开了一间分店，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分店要开了啊，我看你也学的差不多也都是他讲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学什么，反正每天他叫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新店开了，那你就去新店。我说那我去新店是从助理开始做嘛？他说没有，你直接去当店长。我说当店长？我那时候我妈还以为我遇到诈骗集我跟他讲，可是我都还没有在你这边做到客人过。他说那个是小事情，他们在看的是你工作的态度，你有这个
个态度，讲真的，我给你一个岗位叫你去负责，你都可以负责得很好，也蛮认同刚刚讲的。很多人会觉得我既要得到我的梦想，每个人其实都有梦想，可是他不愿意损失半点应该获得的东西。可能在我们这个行业啊，每个都想变很成功的设计师，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想变一个很成功的设计师，花多少钱进修？他就会说啊，那不是你公司应该帮我进修的吗？哦，那你要花多少时间每天去做社群？还是现在流行短影音，你要花多少时间去拍这个东西？公司都没有教我啊。你的梦想是架构在别人对你付出，还是别人愿意提供给你去帮助你完成梦想吗？没有，其实梦想就是你自己为了这个梦想，你愿意付出多少你的时间，甚至金钱。你有可能会觉得干真的很难熬，可是你可以为了这个梦想，你可以继续的坚持住。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梦想，所以我蛮认同你刚刚讲的真梦想假梦想。就我们看蛮多就是一堆有假梦想的人，他只是梦想那个样子，该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其实他一点都不想要。对啊，我觉得大部分人看的都是结果，就是他已经这么成功了，你想变那样子，你得经历过这些他就不要。大家都想当台币战士，不想苦苦练，只想花台币，我马上可以解决事情。对啊，很多人都这样子啊。我之前就是在 Instagram 也看到，有一些人常常去唱一些网红嘛，你们都没有实力啊，就是靠样子、靠身材怎么的。有一些东西他们就是忽略了，他们这样子可以拍有一些美美的照片拍上去，其实他背后花了多少功夫？其实他的身材，如果你有去过健身房去锻炼，你就知道。每一块的肌肉还有线条都是不容易的，真的。所以他们都在唱，都是但是那个过程不会看见，你只会看见那个照片。但是他中间，他其实去健身房比你努力耶。其实人之所以可以这样子，是因为他也经历过他该经历的。甚至他该付出的也不会比别人少，对啊，所以他才可以享受今天有的这一些的成绩跟成就。悠悠嘞，就是怎么样开始踏入到影视圈这个部分来？我一开始就是那个资讯性的主持人，其实那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只是我觉得好像离我梦想近一点，那我就去吧，至少先沾个边，对，沾个至少边，大家认识我们呐，沾个边啊，其实也很好玩的。我就是渐渐的喜欢啊，因为我觉得一天的录影，我就会可以看到医生啊、资讯性的人啊、IT 的人啊上来，就是说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资讯。我的录影我就吸收很多，这个就是我的乐趣所在啊。之后就是一个女子的组合，就是叫 Super Gia， 你们一定不会知道，因为香港也很少人知道，曾经出道过跳唱组合。我们那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是很低迷的，我们就是那个低迷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最近才好起来嘛。因为我不喜欢唱歌，也不会跳舞，也是因为签我的老板就是跟我说我们公司可能你努力一阵子我们公司也会开戏给你们拍。我就是因为这一句我就签了。那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就不协调嘛，我就比他们努力一点点，因为那时候还小，我觉得可以的。他们可能本来就是 dancer 出身，所以有这些舞蹈对他们来说很简单的，他们可能3个小时其实他们练完了，我就会留堂比他们长很多时间去练。我怕我表演的时候我穿那个高跟鞋会不行，然后我练的时候我也是穿高跟鞋，因为我就觉得我很怕有一个意外发生，比他们付出多一点努力了，那我才可以在那个表演里面跟他们不会差太远。所以那女团大概维持多久的时间？2年多。女团结束了吗？开始拍戏了吗？就是终于签了一个公司是拍戏的了，那个就是王一山，你们知道就是周星驰旁边的那个，他就是我前一任的老板，然后他就说他想在香港开一个电影公司，然后就签一些演员，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就很开心，我就觉得我这么久了终于主持人女团我在干什么然后有一些 modeling 的工作我也做了， KOL 的工作也做了他给我那个卡片，演员这样子。虽然那些拍出来的电影没有人看但是我也很开心，我终于是一个演员这样子。我可以好奇，就是他都是拍哪一些类型的片？那时候我们拍那个是有一点动作喜剧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在香港还有马来西亚都有上映的。以前港片在我们大概10几20岁是港片最辉煌的时代。对啊，
那个时候的香港的电影环境跟现在香港电影的环境是有哪里不一样吗？那时候我觉得比较国际化一点，就是你们啊，还有韩国啊、日本，他们都会喜欢我们香港的作品。但是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刚好起来，因为中间我们也经历过一大堆烂片，或者是没有人喜欢的片，很长的时间了嘛。现在是虽然我们的作品还没有去到很国际化，但是至少我们香港本地的人很喜欢，很本土啊。其实这样说啦，现在我们的电影分两种，有一种就是香港一些大公司拍的，他们就是合拍片，就是跟内地合作啊，就是你们前行啊这些。但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很本土的，这是我们香港导演啊、香港演员、香港的制作团队 budget 比较低一点的，但是我们香港人都喜欢的。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就是我们香港叫什么首部剧情片，政府会资助的一些新的导演去指导的一个作品。这样说了，因为我们香港的导演都蛮有使命感的，所以他们第一部的电影通常都会在说他们一些很关注的议题，比如说我们对象就是那个连笑日记，连笑日记就是说自杀嘛，因为我认识那个导演，这个就是他亲身经历过他的一个同学自杀，然后在他心里就是一个很想要说的故事。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导演是不是很善良，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再拍这些东西了，因为这些东西很多观众都觉得很沉重，我进电影院我就是想要笑，我要娱乐，我要开心，他们都知道的。但是只要给他们说这部电影是你们第一部电影，也可能是最后一部了那你现在你想说什么故事你就写出来，都知道啊，这些观众觉得很沉重，但是他们还是想要说这个故事。我也好奇，就是比如说我们香港这么小，然后有这么多人在香港拍片，那我们通常看到，从以前看到就是比如说香港那个飞车追逐然后不然在街头打打杀杀感觉都是在街头拍的。那这样子他是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在街上拍电影吗？有啊有啊，真的啊，有时候我会吓到了，我以为真的有人抢劫这样子就会看一看，原来是拍戏也有拍戏。那比如说像在香港演戏，像你这样子要学哪一些课程吗？我们现在都是跟老师比较多，我现在就是跟不同的老师，感觉到我自己有什么需要我就朝着那个老师去想。好像比如说我最近觉得我自己那个肢体形体那些比较差一点，我就想好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好像不错，那我就下一个目标就是他。现在我们香港有一个很活的老师，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找他呢？就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笔记，实用性很高，就是连 TVB 啊 ViuTV 就是很多电视台或者是电影圈的新的演员都会找他去学习，因为他就是有一个系统啊，很清晰的，然后他就知道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做功课。所以他的功课，他收到一个剧本，他会画得很花，什么 inner moral 写进去，这里就是分那个节奏感这样子，你写好了，做好功课了，最重点是放下功课，然后你再去跟那个对手去做这样子。这个就是比较你觉得好像有个笔记很安全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香港的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方法这样子。那你在演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最难忘的对手戏呢？我第一次那时候就是跟夏雨，是香港的一个老演员前辈，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是当他的女儿，就是要给他打一巴掌这样子，然后我就走出家门，这个是我第一次有一点戏份的一个角色。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啊，因为他是真的在我们香港我就是从小看到大的一个老演员，他也教我很多啊，然后也跟我说为什么他打我那一下好像很逼真，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痛呢，就是这些小技巧这样子咯。他们是用借位的方式吗？手要 hold 住，这个也是我会学习，就是不可能一定要打对方的。以前我还没有见到他之前，我拍一些学生作品，我真的打下去我就觉得我好对不起我的对手原来可以这样子打真的不可能真的打啦，因为你 take 这么多 NG 这么多，别人的脸真的会麻木，或者是如果严重一点真的会有一些事情的所以真的要学习那个技巧很重要。有没有遇到一些
你没办法突破的事情？有一个电视剧，有一场我是觉得是我最重要的一场，因为那一场就是讲我有一些遗憾，然后那一场就是说我已经解开了那个遗憾。那场戏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感受，我要哭的。其实可能我太紧张，太想演好。我做功课的时候我非常有感受，真的拍的时候我没有情绪，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责怪自己啊，有一点点会觉得啊，我做了这么久功课，但是到我真的就位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也有跟老师说啦，然后老师就说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想着一定要哭，一定要有情绪，或者你一定要表现得很好很好怎么样，因为演员你那个纯粹还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啊，原来纯粹真的很重要。追梦这么久呢，一定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好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但是演员那个心态面就是你不能这样子想，你越想这样子，你越想表演，你就越做不好。状态很重要，所以最近我那个状态也是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我是在调整啊。那你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呢？啊，很难很难走了这么久，可能以前你会真的纯粹一点，但是你现在你走太久了，你要很多挫折很多失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很想让人家看到啊，你这个是人性嘛，你本来就是很自然产生的东西，但是你就会发现原来演员里面很重要。演员真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就是每一个很出色的演员他的内心都是真的很纯粹的，他是自然的去演一个角色这样子。我也觉得演员蛮厉害的是，他为了这个角色他花了大把的时间去揣摩这个角色，甚至去过上这个角色的生活。你想当一个好的演员，你那个内心你常常都要跟自己说话。我觉得舞台剧抽离不到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以前也有做舞台剧，我试过有一次我是当一个医生，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医生该怎么演，因为我没有做过，我身边也没有朋友是医生，然后我就看电视剧，他的形态样子一步一步的去找那个角色，中间找不到有哭，我就在排的时候那个导演说你还是自己还不是那个角色的时候，看着那个剧本真的在哭，快要演出了我还找不到，慢慢去找那个角色，演完了我就那一天我就去跑步，我跑步的时候我就一路在回想那个角色，要跟他说再见了，真的要再见了，他不能在我的生活中再缠绕着我了。我觉得舞台剧比较容易，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在排，每天都在为这个角色去设计。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真诚啦，因为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说这个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一定要可以，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是可以的，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眼神动作还有说话都会骗人，但是眼神是不会说话，他在我的眼神里面感觉到我真的很真诚，也对这个梦想真的很坚定，然后我就一直记在心里啊，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这个眼神我不可以变，就是不可以有一点杂质在里面，这样就会失去我本身别人看到我一个很珍贵的地方。天外有天嘛，一定有人比你好啊，天分也会有人比你好，努力也是会有人比你努力的，但是那个你自己拥有的一个别人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你一定要保留啊。我觉得演员是一份工作，我其实也蛮鼓励大家演员训练班，也不见得是真的要去当演员，可是为什么我都蛮常鼓励，就是旁边周边的人，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你都得去上过这样的课，就因为我觉得演员他只不过是把一个他没有熟悉的角色演好而已，可是其实更大部分的是我们已经在这个角色上面的人了。我觉得演员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子的技能的工作来的，你是一个学生你就应该演好一个学生的角色，你是一个老公就得演好你老公的角色，其实你会发现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你会觉得这像是一个做店员该有的态度嘛？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医生该讲出来的话嘛？他还是在做他自己啊，他并没有把他的工作这一份角色应该有的东西套在他身上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演员是一个大家得具备这样子的技能来的。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我很认同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学习，因为你学习其实你可以解决很多人跟人之间的矛盾，你会去解读一些角色的背景，这些也是会帮助你跟人家相处，你会知道他这样是因为他家庭这样子建立他现在这样子，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不能接受的，但是你在想原来他是以前是怎么经历过来，所以他现在有这个小缺点，这个也是对你跟人相处是挺好的一个，可以更有同理心的去看待不同的人。对啊，因为其实人生与跟戏是一样的嘛，每一个人出来他也是以往的自己塑造起来，所以都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这样子。那悠悠，你除了演戏以外啊，你平常有做什么样的私人的活动或做哪些事情吗？因为现在新的媒体嘛，什么都会做啦，做一些节目主持人啊 KOL 的工作也会做。以前我也跟3个女生也有创立过一个 YouTube channel 这样子，也有拍过一些故事这样子。我们那个主题那时候我们就聊我们也很喜欢那时候周星驰的回魂夜，然后我们很喜欢这类啦，以前港片那些鬼的，我们就专做鬼的故事，还是少人做这一块但是结果就不行啊。为什么？我们可能做不到现在观众喜欢看的东西啦。现在观众喜欢看节奏快一点的东西嘛，但是我们那个团队是电影的团队，美术啊、摄影啊、灯光啊也是做得很好，但是没有人会看这些啦。他们就是只是看你的那个节奏快一点啊这样子，他就看我们前面铺的很久，大家都没有耐心。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想做一个 formula， 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是恐怖然后搞笑，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想到一个，就是想不到了，然后团队各自有自己的忙碌，然后就没有了这样子。但我其实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妈妈跟爸爸都很支持你做这个工作嘛，那这也做了10多年的经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一下？我就是想说真的很谢谢他们，真的很任性，一直都很任性的去追这个梦想，然后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就，但是他们也很好啦，因为他们就会看到一些我的影片啊，那时候我在电视剧节目出，我自己也没有看，他们就是每天晚上都在看，有一点点成就他们都会很开心，很谢谢他们，就是一直包容我，一直让我很放心的去追逐这个梦想。我爸爸还说，你嫁人那个人一定要像我们家里一样去支持你追梦，否则你就不要嫁了，因为反正你在这个家里你也是可以的，那你将来的那个人也是要非常支持你这样子，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那你有什么新的发展要分享的吗？在我自己控制范围的人，就是我要经营我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就想了很久YouTube channel 做什么好呢？但是我自己是一个信念感一定要很足我才会做一些东西的人，然后我就可能做一些没有人看的东西，就是我想做一个环保的 channel， 就是带大家去一些公平贸易的超市啊，或者是一些没有包装的一些超市啊去逛逛这样子，因为香港也有的，真实这个地球给我们的东西的一个心态，对啊，所以我就很想做这个东西，就在我自己的 channel， 很难欸，所以我觉得很 respect 那个 YouTuber。 我把它拆解成2块，就是我做这个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谈理想就不谈钱，要谈钱那我就想想看我的理想该怎么样包装让大家能买单。我觉得商业跟非商业其实只是差在我很清楚知道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没有人要看，可是我可以透过一些包装让商业的人会喜欢像这样子的片子，那 maybe 我也赚到钱了，可是我想讲的话我也讲出来了，可以多花一些心思去思考这一个当中的环节，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对，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聊一个香港的那个女艺人她追梦的一个故事在。那如果说你也在追梦的过程，或者是你想要追梦的话，那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那如果说还是一样不好意思，你就 IG 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好了 ，Fuck Life， 看你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我们就下集见，拜拜。拜拜。